自从秦制成为中国的制度根基以来呢，就周期性的要面对社会承压超负荷的情况。如果把秦制时代的中国权力博弈比喻成一张弓的话，那么弓弦象征的就是官僚，而系住弓弦的弓臂则是象征的君主。看起来呀，弓弦是细弱而且被弓臂所制约，但是最终实在不行的时候，断裂的总是弓臂而不是弓弦。官僚它是介于民众和君主之间，民众期望的官僚是推动经济发展、维护治安、兴修水利、救灾扶贫，这些都是为了提升公共福祉。而君主则是期望官僚能够保障国家的安全，无论是保我大宋、保我大明还是保我大清都是以保我开头的。那公共福祉与政权安全这两个目标往往都是存在差异的，在某些时期二者可能高度一致，国家繁荣、民众安乐通常出现在所谓的盛世，但是大多数的时期呢，这两个目标都是处于持续的冲突中。百姓和皇帝都会以自己的方式对官僚进行考核，百姓通过的是口碑、民意、建立生池、社区小圈子等等方式来体现集体的考评权利，而皇帝则是直接掌握了升迁贬谪的权利。这就要求官僚在两个目标之间走钢丝，寻找平衡点。那么在官僚和专制君主之间的角力中，美国汉学家孔飞利在其著作《教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中就认为，君主是帝国政治制度的一部分，他并非是制度之外的控制者，其权力也不是无限的。换言之呢，皇帝总是希望能够从体制之外冷眼旁观，随意的操纵政治机器。然而他往往会发现自己其实还是这个机器中的一环，虽然是镶嵌着钻石的耀眼的一环，但是并不能脱离机器本身。历史学家马克思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观点则是，长远看来，专制君主不会胜过官僚系统，最终它会变成系统的一个外挂，而非是操纵者。官僚们会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化呀、程序化呀、合理化之类的，实际上将皇帝的权力架空。这样就让皇帝们常常会自问，我这个皇帝当的是不是太不像个皇帝了？那么怎么样才算是像个皇帝呢？那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指令都能被毫无保留的执行，自己想做的事情都能够顺利的完成。然而事实上呢，在专制社会的大多数时间里，不像个皇帝的皇帝那才是常态。因此呀，渴望施政有成的君主们越是深陷这种困境中，就越感到苦恼。皇帝们经常会采用的策略是借助紧急事件发动运动，其主要的目的就是打破社会常识和现行的官僚系统中的常态和流程，以获得短时间的绝对钱罡独断的机会。正是基于这种视角呢，汉学家孔飞利分析了1768年发生在中国的教魂恐慌，以及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复杂心理。教魂事件呢，在表面上相当于中国的猎巫运动，在内涵上其实也是。我指的猎巫运动的内涵，是在凯利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中的理解。这本书呢，正体译本和简体译本都是有的，我就不用像上面一样先解释一遍了。而这种运动的直接表现呢，都是社会广泛的集体歇斯底里现象。教魂据说是一种巫术，巫师会剪取人的一小束头发，然后将这些头发与符咒一起贴在一个小偶上面，使得该人偶变成那个人的替代品。受害者的灵魂就会被转移到人偶上面。进行这种巫术的人能够操纵受害者按其意愿行动。还有一种方法呢，是将受害者的头发和符咒埋在桥基石下面，或者隐藏在房屋的某处。据说这会由参与建设的石匠或者是木匠来执行。作为一种诅咒呢，同样是能够操纵受害者的灵魂，使其生病或者是家族接连不幸。1768年即乾隆34年，当时正是乾隆盛世的高峰。这一年的教魂恐慌，首先是在浙江省的德清县爆发，被诬告的是一名当地的桥梁承包石匠。紧接着呢，乞丐呀、行脚僧人呀、道士呀等等，都成为了一事的作案者。恐慌迅速地扩散到了邻近的江苏、山东，然后向北再向西蔓延。当时这些案件的典型过程其实都差不多，就是外来的陌生人突然出现在某个社区里，然后他就很快的会被当地人包围，进行司法性质的搜查和盘问。一旦在这些倒霉的外乡人身上发现了剪刀呀，或者是疑似剪下的衣角呀，或者是头发束呀，或者是怀疑成迷药的不明粉末呀，当地人就会把司法升级为私刑，就会拘禁殴打这些陌生人，然后再将他们送至当地官府。这类案件多半也是查不出真相的，最后往往都是强加罪名或者是陷害了事。随着巫术恐慌的扩散，乾隆皇帝也对此事件开始有了关注。民间盛传着一种防止巫术的方法，
那就是先剪掉自己的发辫，这样就不会被巫术师剪掉拿去做教魂之用了。但是在清朝，前额剃光后留长辫，这种发型是汉族臣服于满族统治的象征，私自剪去发辫，那岂不是就是叛乱行为？这就激发了乾隆皇帝的警觉，他对汉族官僚们本来就不信任，加之担忧江南文化会腐蚀满族的尚武精神，在这种恐惧心理的驱使之下呢，他构想出一种情节，教魂实际上是一场有预谋的阴谋，一些人通过剪发辫散播恐慌，并且散播所谓的解决方法，鼓动人们剪发，实际上是图谋造反。以这套叙事方式为基础，他就可以命令地方官员严格查处那些剪发的妖人，并重新审查之前的案件，严厉审问。在严刑逼供之下呢，不幸被捕的人也只能被迫编造故事了，声称有几个头目在全国范围内策划教魂巫术运动，这正是乾隆皇帝想要的，进而引发了更广泛的搜捕行动。一些地方官僚试图以加强保甲制度来应对皇帝的命令，这样呢可以让事件只是类似于一场专项整治，足以按上面的命令解决当地的教魂问题，而又不至于摧毁原来的官僚系统。但是乾隆皇帝的真正意图本来就是通过此事发起一场运动，就是要去打破官僚制度的常规，岂容得你真的去解决问题呢？因此，对于那些想要通过强化旧体制的控制力来解决教魂事件的地方官员，表示了严厉的不满。大员们虽然清醒，但是也只能陪着皇帝去演这出戏。但是随着各地越来越多的疑犯被捕，本来就是虚构的这些供词之间的矛盾也是越发的不可理喻。从京官到民间都开始意识到这场闹剧的荒诞。那么结束这场猎巫运动的关键人物是2位官员，军机大臣刘统勋和大学士傅恒。刘统勋是在北京审讯教魂事件的关键犯人，傅恒则是负责在热河行宫审讯疑犯。和大部分高级官员一样，他们也是清醒的知道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有组织的教魂事件。而和其他大员不同的是，他们2个比较受乾隆皇帝的信任，也保持着当时官僚环境下的正直，在能感觉到乾隆皇帝的集权目的大体达到了，并且进一步的运动会将民间对地方官僚系统的不满拉上到对皇帝不利的水准时，二人整理了各种教魂案件中的多处疑点和对这些案件进行教魂指控站不住脚的证据，并委婉地将这些发现连同庶民对地方官僚的不信任情况反馈给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接到这样的反馈之后，恰到好处地决定终止这场运动。他先是政治表态，发诏令强调防范巫术的重要性来给事件定性，然后批评那些工作不力、态度麻木的官员来稳定这次清洗的成果，同时释放了之前的疑犯，让庶民们看到希望。最后明确声明结束追捕所谓的大妖头的专案，转入常规程序，这就将这一次的运动画上了句号。孔飞力对这场猎巫运动进行了多角度分析，认为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严重内卷和生存竞争的恶化。那些被指控为巫术行者的人，往往都是社会的边缘人士，而在这场猎巫运动中，仿佛每个人都能通过审判巫术行者的借口分享一丝权利，获得一定的满足感。这反映了人们在生活条件恶化之后的一种补偿心理。从皇帝与官僚间的微妙平衡来看，皇帝试图通过操纵民间的恐慌引发一场运动，揭露官僚系统的僵化和无效，为自己整顿官僚提供理由，通过制造一场危机，让原本能够轻易达到考核标准的官僚难以为继，皇帝便可以加强对权力的控制。然而当乾隆意识到整个教魂危机逐渐被民间认为是一场虚假的恐慌时，他也迅速的止步，因为进一步追究不存在的妖人，只会逼得人们做出虚假的供词，进而可能引发民众的反抗。如果恐慌变成了现实，皇帝还是不得不依赖官僚来镇压，那就反而不得不赋予官僚们更大的权力，那不就本末倒置了吗？在这种情况下呢，趁着危机还未完全失控，皇帝还有优势地位时，及时止步成了明智之举。在这一过程中，乾隆皇帝虽然一度被自己的固执所困，但是幸亏他具备足够的现实判断力，很清楚自己的真实目的和收手时机，而且身边的像刘统勋呀、傅恒这样的忠臣臣子能够及时的站出来，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保证了乾隆盛世的持续稳定。那如果皇帝真信了教魂是有组织的叛乱迹象，而身边又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了解真相，那么就成了末代沙皇的故事了。而且也是多亏了教魂是发生在康雍乾盛世期间，社会资源的魅力在天平上还没有完全压过社会良心。而在凯列班与女巫中则是猎巫会让庶民们上瘾，
也会让贵族们认为不提供社会救济，挑选一个倒霉蛋群体，让他们变成社会福利，成为了财务计划的常态。尤其是在社会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的时候。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啊！我们下期再见。